嗨，大家好，我是安然若风。今天的视频教程，我们来钩这款超漂亮的欧式斗篷。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还有钩针。我用的毛线是灰色和黑色两种不同颜色的。钩针我用的是4.5毫米的，然后是天鹅绒的黑色天鹅绒的缎带，还有准备一些别针，那用来做标记，或者你直接有专门钩毛线用那种标记呢，更方便了。首先呢，我们先用这个灰色的线来起头。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左手3根手指，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压住前面这节毛线，压在下面部分给它拉过来，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把穿回来的部分抽出来，钩针穿过去拉紧，头就起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先钩63个辫子针。辫子针的钩法是钩针钩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这就是一个辫子针。钩针钩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2个辫子针，钩针钩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3个辫子针。我们总共要钩63个。这63个辫子针钩完呢，这些辫子针是我们的基础行，它不算第一行。现在我们要开始钩第一行。那首先看钩针上这块远远都不算一针，钩针下来这2条线组成一个像 V 字一样的形状，这是我们的第一针。我们要跳过前3针，前4针，就是前4个这样子的 V 字，在第5针上钩一个长针。那我们看跳过1、2、3、4，在第5针钩长针。长针钩法是钩针绕线。我们从第5个 V 字把钩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那我们就钩出一个长针。这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之前跳过的这4个辫子针，我们把它看成一个长针加一个辫子针，再加上我们刚钩这个长针，那我们现在第一行都已经有了一个长针，一个辫子针，再加一个长针。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一会儿回来我怕你找不到第一针在哪儿，那我们拿别针标记一下。这第一针呢，就从钩针上这个环往前数3个辫子针，3个 V 字。这是我们刚钩的长针，再往前这个我们看成一个辫子针，再往前这个 V 字我们看成一个长针。我们把这个 V 字用别针给它标记出来，一会儿回来就能找到了。那接下来这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一个辫子针，跳过1针，一个长针。辫子针还是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环，然后跳过接下来1针，在下一针地方钩长针。长针是钩针绕线，我们跳过这针，在下一针钩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那我们就重复这个，钩一个辫子针，然后跳过接下来1针，在下一针的位置钩长针，钩针绕线，到这一针钩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继续重复。一个辫子针，跳过接下来的1针，在下一针的位置钩长针，钩针绕线，下一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那我们第一行就是这样，一个辫子针，一个长针，一个辫子针，一个长针，把我们第一行钩完。第一行钩完，在钩第2行之前呢，我们要先做一些标记。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头往回数到我们的第8针，钩针上这个环永远都不算1针哦。那钩针往前这个 V 字，这是我们第一行第1针，我们要找到第8针。1、2、3、4、5、6、7、8，那这个是我们第8针。我拿别针把第8针标记出来。接着再往前数15针，再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第15针也是把它标记出来。然后我们到另一头来，另一头也是先往回数8针，再往回数15针，这是我们的第1针，我们之前标记的。那1、2、3、4、5、6、7、8，第8针给它标记一下。然后再往前数15针，1、2、3、4、5、6、7、8、9、10、11、12、13、14、15。那第15针也给它标记一下。
那现在呢，我们开始钩第二行。开头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给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刚钩的辫子针不要管它，从第一行的第一针开始，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一直钩到我们标记的这一针。那中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我们来到第一行的第一针，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这是我们第二行的第一针，新手还是建议我们拿别针把第一针标记出来，我就不标记了。然后接下来呢，下一针是我们这个辫子针，前一行的辫子针，还是钩中长针，钩针绕线，然后从这个辫子针，同样是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然后就这样，我们下一针，钩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3个环。钩针绕线，下一针还是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就这样钩到我们标记的前一针。你看下一针就是我们标记的这一针呢，就是第8针。我先把标记取掉。那我们要在这个第8针地方呢，钩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再加一个中长针。先钩第一个中长针，钩针绕线，我们从这个辫子针。把钩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这是一个中长针。然后钩一个辫子针，然后还在同样这针位置，我们再钩一个中长针，那还是钩针绕线。同样这针的位置，钩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那这个地方我们钩了一个这样子的形状。接下来呢，又是每针一个中长针，一直钩到我们标记的下一个标记的前一针。这部分中长针钩完，那下一针又到我们标记的地方了，还是跟我们之前标记的地方一样，把标记取掉，然后在标记过的这一针里头钩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再钩一个中长针。那还是钩针绕线，我们从这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钩针上3个环，这是一个正常中长针，然后钩一个辫子针。之后呢，还是在同一针的位置，我们再钩一个中长针，那钩针绕线。同一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3个环。看我们这儿就又钩了一个这样子的形状。那接下来呢，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所有非标记的地方，每针钩一个中长针，然后在这2个标记过的地方钩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再加一个中长针。就这样，我们把我们的第2行钩完。第2行钩回来，最后一针是我们标记过这一针，把标记取掉，在最后一针正常的钩一个中长针，还是 V 字2条线下边。那我们现在第2行就钩完了，我们接下来开始钩第3行。那之后这个灰色的线呢，全部都是重复第3行，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开头还是一个辫子针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刚钩的辫子针不要管它，我们直接来到前一行的第一针，我们钩中长针。那我们还是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一直钩到我们之前的前一行这一个辫子针的地方。我们看下一针呢，就是我们这一个辫子针了。那我们要在这个辫子针地方呢，钩一个，这个辫子针下面的空里钩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再加一个中长针。那我钩针绕线，然后从下面这个洞里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钩针上3个环，这一个中长针，再钩一个辫子针，然后还在同样这个洞里，我们再钩一个中长针，还是钩针绕线，同样地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钩针上3个环。那我们又钩了一个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呢，下一针注意，下一针是这儿，就是前头这个小柱子往后的地方，这儿有一针，你不要漏掉。那我们又是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一直钩到我们的下一个这个辫子针的地方。我们看下一针呢，就是这个辫子针的地方了。那我们还是在这个洞里头钩一个中长针。
加一个辫子针，然后同样地方再钩一个中长针，然后接下来呢就又是正常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了，还是这个小柱子，就前一个小柱子往后这儿有一针，我们不要把这一针漏掉，从这一针开始，我们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一直钩到下一个有辫子针的地方。又到了下一针是辫子针的地方了，那还是一样，我们在每个这个有辫子针的地方下面这个洞里头钩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再加一个中长针，然后就从下一针开始，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一直再钩到下一个我们有辫子针的地方。那在下一个有辫子针的地方呢，我们又是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一个中长针，然后接下来就又是每针一个中长针，我们就这样子把这一行钩完。看下一针又是这个有辫子针的地方了，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钩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再加一个中长针，然后接下来剩下的中长针上每针钩一个中长针。那我们现在第3行也钩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不断的重复我们的第3行。那第3行是怎么还记得吗？我们开头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转回来，转回来之后呢，在前一行是中长针的地方，我们正常的这样子每针给它钩一个中长针，然后钩到这个它拐角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辫子针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辫子针下面的洞里呢，钩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再加一个中长针，然后接下来呢又是每针一个中长针，一直钩到下一个这样子拐角的地方。那我们就不断的重复这一行，一直到这部分呢，这部分的宽度呢跟我们的就是等于从我们的脖子根儿一直到我们的肩膀边缘。那等的这部分钩完，我再回来。我这部分钩完了，那这个都是中长针的呢，我钩了12行，加上最开头的一行，现在总共是13行。你不需要跟我一样，这只是给你一个尺寸的参考。然后现在呢，我拿别针把这两边还有上边这3个比较长的边的最中间这一针都标记出来。那接下来呢，我把镜头拉近一点，我们换黑色的线来钩下一行。再看一下哈，我现在把它对折起来是这样子的。那这2个侧面呢，我都用别针标记住了它最中间的这一针，然后后边也是一样，后面这一条我给它标记住了最中间的这一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换线了。换线的方法呢很简单，之前我们钩的最后一行的最后一针，这不也是一个中长针吗？那我先把最后一针给它拆掉，退回去。然后呢，我们先是像正常钩中长针一样钩针绕线，我们再从最后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有3个环，这是我们不钩这个灰色的线，我们直接拿要换的这个黑色的线，直接把这个黑色的线给它钩过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黑色的线来钩了。那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给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之前这灰色的线我们可以给它剪断了。然后呢，我们第一针的位置，我们要还是先钩中长针。那中长针还是一样，钩针绕线，从第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穿过去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2个线头都给它跟这个 V 字并在一起。然后我们把线钩回来，钩针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那我们就这样子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一直钩到我们这个辫子针的地方。那我们钩的时候还是把这个线头跟我们的 V 字并在一起，给它钩在里边。就这样一直钩到我们下一个辫子针的地方。看下一针是这一个辫子针的地方了。我们之前不是都是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再加一个中长针吗？这回我们在里边直接钩3个中长针，1个、2个、3个，3
3个中长针。那接下来呢，又是每针一个中长针，一直勾到我们标记这针的前一针。下一针就是标记的这一针了，那我们把标记取下来，然后在标记过的这一针的位置勾3个中长针，一个，然后同一针的位置再勾一个，还是同一针的位置勾第3个。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是每针一个中长针，一直勾到下一个辫子针的地方。那下一针呢，我们就是辫子针的地方，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勾3个中长针，这是一个，同样的地方再勾一个，同样的地方勾第3个。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每针一个中长针，一直到下一个标记的地方。标记的地方呢，我们也是勾3个中长针，之后又是每针一个中长针，再勾到辫子针的地方。辫子针的地方还是勾3个中长针，然后又是每针一个，再到标记的地方再勾3个。那这行就这样，我们在标记的地方，还有前一行是辫子针的地方勾3个中长针，剩下的地方呢，每针勾1个中长针，就这样把这一行勾完。第一行黑色的毛线勾完，那现在开始勾第2行黑毛线。开头我们先勾3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这3个辫子针呢，我们看成第一个长针，那第一针我们就相当于已经勾过了，不要在第一针再勾了。然后我们跳过第2针，在第3针的位置我们勾3个长针。那长针的勾法是钩针绕线，从第3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这是一个长针。同样这针的位置还要再勾3个，那我钩针再绕线，还是同样地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然后这地方再勾2个长针，钩针绕线，还是同一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然后我们再勾第4个长针，钩针绕线，同样的位置，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看我们就勾成了一个扇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跳过一针，在下一针的位置再勾一个长针。那钩针绕线，跳过一针，在下一针，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接下来2个环。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重复这个花样，我们要勾一个扇形，勾一个长针。那钩针绕线，我们跳过接下来的一针，跳过一针，在下一针的位置再勾一个扇形，扇形就是4个长针在一起。钩针绕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这是一个长针，我们还要勾3个。钩针绕线，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钩针绕线，同一针的位置再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那钩针绕线还是这针的位置，我们勾第4个长针。那我们又勾了一个扇形，然后就又是跳过一针，勾一个长针，跳过这一针，在下一针勾一个长针。这一行接下来就是这样子，我们一个扇形，一个长针，那中间是各空一针的。然后这一行下来呢，我们希望最后结尾的时候，正好也是完成一个花样。如果你最后结尾的时候呢，那它的是不够完成一个花样的，你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我们应该跳过一针再勾扇形，那我就不跳了，我直接在下一针勾，或者是勾完扇形之后，我们这儿不跳一针，我们跳过2针勾最后一针，反正就是确保最后一针完成，也是正好完成这个花样就可以。那我们接下来往下勾，还是勾完长针以后跳过一针，在下一针勾一个扇形，扇形就是4个长针，一个、2个、3个、4个，然后跳过一针，在下一针勾长针，然后又重复了跳过一针勾扇形，勾完扇形跳过一针勾长针，那就这样一直重复，我们把这一行勾完。第一行扇形花纹勾完，那现在我们来勾第2行。接下来我们会一直重复第2行，所以这儿要注意一下，开头还是3个辫子针，然后给它转过来，
这3个辫子针呢，我们看成一个长针，就相当于我们第一针已经钩了1针了，我们不要在第一针再钩了。然后我们跳过第2针，来到第3针。第3针呢，其实就是我们前一行这个扇形中的第2个长针。在这一针底上，我们钩2个长针。那钩针绕线，从这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然后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同一针的位置，我们再钩1个长针。然后下一针的位置，我们钩2个长针。看，我们就等于在前一个扇形中间的2个长针上各钩了2个长针。那接下来呢，我们找到前一行这1个长针的地方，在这一针顶上钩1个长针。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复的花样，在前一行这个扇形中间2个长针顶上各钩2个长针，然后在单独的这个长针顶上钩1个长针。那我先钩针绕线，找到下一个扇形，然后中间这1个长针，我在底上钩2个长针。然后来到下一针，下一个长针，在它底上钩2个长针。这4个长针钩完，我们找到下一个单独的长针，在这个长针底上钩1个长针。那接下来我们就这样，就是在每一个这个扇形前一行的扇形中间2个长针底上各钩2个长针，然后在单独的这个长针顶上钩1个长针。那我们就一直这样子钩，钩到头以后就是3个辫子针转过来，然后继续再重复这一行，都是重复这个部分，就是在前一行 V 字中间这个扇形中间2针上各钩2个长针，然后在1个长针地方钩1个长针。那就这样子一直到把这个斗篷钩到你满意的长度。我们最后再来说它外圈的花边怎么钩。这个斗篷呢，主体部分已经钩完，只剩下花边了。花边呢是要绕它这个外缘整个钩1整圈的。那我把镜头调近一点，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花边的钩法。我们要钩的这个花边呢是扇形花边。那我们最后一行最后一针这里钩完，我钩1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呢，我们在第一针钩1个短针。钩针从第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2个环，勾住线穿过这2个环，然后跳过接下来的2针，1、2。在第3针呢，我们钩6个长针。那长针钩法还是一样的，钩针绕线。我们从第3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这是1个长针，我们要钩6个。6个长针钩完，这就形成一个扇形。那接下来呢，我们跳过2针，在第3针的位置再钩短针。钩针从第3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那接下来我们就是重复1个扇形1个短针，我们跳过接下来的2针，1、2，在第3针的位置又是钩6个长针，1个。2个、3个、4个、5个、6个。6个长针钩完，那又是跳过2针，钩1个短针。那接下来又是跳过2针，钩6个长针，然后跳过2针，钩1个短针。我们就这样重复钩整个一圈。在这个侧面的位置呢，它不像我们底儿上都是一个一个 V 字，可能比较难找。
那你大概就是要一个长针的长度。我们看，这是跳过2针，然后勾出来。这小柱子就是我们大概一个长针的长度，那你就大概再空一个长针的长度，我们勾一个扇形，然后空一个长针长度，勾一个短针，就这样子在这个外缘整个勾一圈。那我们先把这个花边都勾完。这斗篷上的一圈花边勾完之后，最后呢，只要拿之前准备好的这个天鹅绒丝带，给它从我们开头留的这个长针和辫子针的这一行，给它这样来回穿。那就这样，我们把领口的这一圈都给它穿完，那今天这件斗篷教程也就完成了。